你要熬一粒心哦，其实你就要用你的心里面你的眼睛，还有你的那个手力，你要这样熬啊。等一下你也可以尝试一下，你的心要在这边，它才会弯。现在你弯了，这样不行了，你的心歪了。是1982年，那个时候是在友谊商店，他有登报纸说灯笼比赛，然后我就和太太，去参加。自从那一次拿到第2名，然后就开始了，那个时候做到现在。灵感是从累积的，比如说你要看到某一样东西，你看了，你就是有那种印象了，它像什么你做什么。一般上都是用那些保特瓶哦，什么都可以啦，假鸡蛋啊，假鸡蛋可以做红毛丹，可以做小鸟，做小鸭、小鸡，甚至老鼠也是用那个来做。我本身是做机械，所以我用那个马达，它会固定的转速和动感。有些放在外面的是功夫不到家才放外面，因为它们容易修理。真正的要藏在里面，你看不到里面的马达。比如说那个好像那个嫦娥在里面动，里面的马达就在里面。所谓最辛苦的就是你的构思咯，你的创作咯，那些是辛苦咯，因为你要做别人没有的，还有你自己也没有做过的，你就要去想哦。比如我曾经做这些蚂蚁。因为我喜欢它努力，不是周身矮啊，所以有时候做的时候它的神态不同，做到我们要像根本就是那只蚂蚁。比如说那只蚂蚁的动作我们要怎么样，或者是要怎么样，要投入，你才有那些精髓在里面。就像最近在那个圣多沙国中，他就邀我去那边展示我的灯笼，然后就把那些本地文化的，比如说那个wow。还有那个 drum ubi 那个锣鼓，然后就配搭那些，比如说肉干之类的东西，木鲁菇、沙爹、嘎杜巴，印度人的嘎酱布袋我也做出来，因为3大名著嘛，我一个灯是文化灯嘛，看你要怎么样去变啊，所以想到头发都没有了。我讲究的就是所有能够自己做的都是要自己做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手工，要完美啦，要求高一点啦，所以要求高是好事，要求要过得自己那一关，以后你做的东西你就会比较完美，比较完整，而且没有说得过且过那一类的东西。如果是做灯笼做到不会睡觉是吧？这个是每一个真正玩灯笼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形。为什么？太投入了，而且有一个地方还没有完成呢，要怎么样去整理它，或者是结尾啊，那个才是头痛的问题。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也在想，其实是睡了觉了，在里面也是一路发梦的。所以我曾经有些朋友啊，他们玩灯笼的时候就变成白粉仔，挨夜挨到年好像白粉仔一样，年轻轻一样，瘦瘦。所以有很多人以为哇，这么容易做一个灯笼呢，就可以拿奖金哦，拿人家的奖品哦，不简单啊！每一样东西都要付出，没有付出，没有说白就到手了。我也不保留我的东西，只要他肯学我就教，不要说只是为了那个肥水不流别人田啊之类，这个是旧思想，不应该咯。我曾经也物色过几个，他们有这种天分，但是有时候品行不好，所以有时候也是算是没有缘吧。其实那些也不是说很重要啦，最重要就是文化传承，就是我们心里那小弱，我们的文化，我们要传承下去，这样才有意义。文化的根应该是不会断的嘛，因为毕竟灯笼还是有人要提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有。